月13号投票当日，高雄一对母女遭警方函送，因2岁多幼儿不慎撕毁选票，违反选举罢免法。当时一看到这个新鲜出炉的新闻，我十分的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我先生正好要带着我2岁多这个调皮的儿子要去投票。我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 LINE 的选举新闻，真的是跌宕起伏，各种反转，堪比一场大戏。如果不是正逢开刀卧床，我一定要去各个党派的造势现场观摩一下，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每个个人为民主呐喊冲刺的那种不妥协。Hello， 朋友们，欢迎回来 Angel 卓卓的频道。一个民主的社会，文化创作将更加的多元，个人发展的选择也将有更多的空间。身为法律人，我向往法治的井然有序，个人权利被得到尊重，政府依法执权，也期待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的理想世界。当然啦，虽然身为陆配，我现在在台湾没有投票权，也不能以律师的身份执业，但是从做 YouTube 频道开始，我看到了斜杠人生的精彩。谁说我们的工作一定要深耕我们的大学专业呢？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原本职业受限，或者是你现在职涯正遇到了瓶颈而不知道该如何发展，欢迎你在这期影片之后和我一起来发掘自己的特质，看看我们该如何突破。哈佛商学院的讲师华勒斯说，人生不是阶梯，不是一直往上，更像是一本书，内含许多篇章，要让我们的篇章更加丰富多彩，学习新知并胸怀世界，就会让我们的格局被打开。不管是走访世界的哪个角落，或者是学习日新月异的技能，网络学习是成本最低、最快捷的管道。但网络世界的风险可比我们想象的水更深，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例如，因为 IP 的不同，同一款产品在网络上显示不同价格而造成的歧视问题，还有个人隐私安全等等问题。保护连线安全是关键。在浏览网站时，你将面临资料外泄、骇客攻击等各种风险，但请不用担心，只需要一款 VPN Surfshark 就可避免以上风险。而且 Surfshark 就可以让你体验没有广告、没有 cookie 弹出视窗、没有网站追踪器的网站。旗下的 Antivirus 功能保护用户的装置不受病毒和恶意软体的攻击，而且 Antivirus 可以在不影响网速的情况下后台运行。如果你想畅游网络并获得更多好的体验，不妨试试限时 Surfshark 的新年活动，立即点击这个链接，输入优惠代码卓即可获得独家优惠，还多送3个月免费，不满意的话还可以30天内全额退费哦，千万不要错过哦。首先，我们要从别人的眼中来寻找自己特质，因为从不同人的眼中会有千变万化的我们。我这次打算询问3位朋友，分别是这1年在台熟悉起来的朋友，之前在美国留学的室友，还有虽然见面次数不多却一见如故的朋友。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场合认识的朋友，往往看到我们的特质也会非常的不一样，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参考和启发。关关大家还记得吗？在之前的一期影片中出现过从小在台湾生长的澳门人，最近我尝到了他煲的鱼汤和鸡汤，果然名不虚传。今天我们相约去超市采买，我顺便来问一下他好了。Hello， 关关。嗨，卓卓，有什么特质可以简单的描述我的？我首先觉得一开始看到你的第一眼，觉得你是非常温柔、有气质的，非常非常温驯的。但是当我我们认识应该有个半年了吧，好1年，然后就发现哇，原来你是很有智慧的，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你的内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巨人，跟你的外表是截然完全不同。还是小女人，然后里面住了个大女人，看起来像一只猫咪，但是里面却是一只狮子。然后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新一代的女性。你也知道，我原先来台湾之前我是做律师，但是在台湾因为职业地域的缘故，我没有办法从事这个本行的工作。那我现在很想知道说我的朋友是怎么看待我的可能性，就是你觉得我有可能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或者是职业？我觉得你
因为让我感觉你是可以多方面的尝试，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跟你分享一些新的观点，我觉得你的接受度是很高的。你并不会觉得，你曾经是律师，那你就用律师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一切。好，那我觉得你的尝鲜度感觉是蛮够的，感觉好像是你可以对尝鲜度，然后感觉是可以去突破不同领域。我曾经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那里面他有讲到收入的象限，还有讲到 ESBI， 你有听过这本书吗？对，这本书在我爸爸的书架上。简单来讲，它里面就分成4个区块，一个就是上班族，有固定的底薪，饿也饿不死，但是有天花板，你可能要再突破就没办法。那另外一个到下面也就是 S 象限，就是专业人士啊，只要有师字辈的老师、律师、工程师、医师，然后包括创业这样子。I 象限投资钱滚钱。那到了 B 象限呢，就是企业化拥有人，他是有一个企业的，有到500人以上的，他就是可以拥有一个系统为你赚钱。在我看来，你在律师嘛，虽然是 S 象限，但是我感觉你很有潜力去朝B 象限，就是说 I 象限投资啊，或者是在那种做系统化的那种营运，也就是说你可以跳脱你自己原有的，你可以去尝试很多不一样。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小朋友问爸爸说：“爸爸，我要当律师。”爸爸说：“你为什么想当律师呢？因为律师可以赚很多钱啊。”爸爸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不当律师的老板呢？你可以聘雇更多的律师。”就好像是那个爸爸，我觉得你的思维是很跳跃，然后是可以很尝鲜。像你现在的身份就是 YouTuber， 就会觉得哇，这也是很不一样律师加 YouTube。这倒是，其实很多朋友觉得我很跳痛，怎么在台湾做 YouTuber？ 我觉得很酷从你给我的评价当中，我会去考虑一下我未来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加油关关看到的潜质，未来可期。不过细想以后，我觉得关关说的主要是一个被动收入的概念。这让我想到这2年线上课程在台湾是挺夯的，这也许是内容创作者可以考虑的思路。思聪，美国留学期间的室友，认识10几年的朋友，现在在上海纽约大学工作，趁午休来视讯一下吧。卓，好久不见正好是你中午吃饭的时间，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你？还好，我已经吃好啦。好，大家好。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体贴别人，然后很会为别人考虑的人，在跟别人交往的过程中，就是会很注意别人的感受。因为我们不是也认识很久了吗？那个时候的印象，感觉你跟大家交往的时候有一点这样。我觉得因为你可能比较能够体察别人的感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些在这个方面去挖掘的，可以做的比较专业的，或者可以帮助到社会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心理咨询，我还想到17年还是18年左右吧的时候，我记得你当时有送给我你自己设计的丝巾，然后是福音性质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周边，我觉得很漂亮。虽然你不是设计出身的，然后当时还有送给不少的姐妹，她们也都很喜欢。你有带吗？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发展自己兴趣的方面吧，因为你应该也挺 enjoy 的吧。当你设计完一款产品还能够获得其他人的一个认可或者是一个共鸣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快乐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所以我蛮开心的。是的，就像你自己做的艺术作品一样。谢谢思聪。那我们回头再聊。思聪说的设计呢，是我还在上海做律师的同事，某天呢就突然下定决心说我要开始设计福音礼品了。Just do it！ 从设计画图到产品包装、网站设计、客服，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完成。虽然有一点像瞎子过河，但是我也乐在其中。这一次思聪仿佛说中了我的心事。Sarah 在美国的上海人，上期影片我和她聊了生孩子那点事，我的属灵小伙伴必须问问她的想法。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呢，我是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其实我们见面的次数并没有很多，但是我们在这样几年当中，我们一直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很神奇吧？我就很好奇啊，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特质？因为我现在也做全职妈妈嘛，也没有办法在台湾做一些律师的工作。那从你的角度，你有没有觉得说我有可能在台湾有机会做一些别的工作？第一次我看到 Joy， 我觉得他非常理性，可能跟他学的这个专业有关系吧。律师嘛，肯定需要保持很理性，对，很务实，4平8稳 ，know what she wants to do。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适合做公务员啊。算是铁饭碗吗？对，我觉得你为什么？而且你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人，就跟他说的事情，如果说帮一下忙或者什么的，反正你很放心。请问你这个让人觉得很放心，然后很谨慎的一个人，跟这个公务员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那这个公务员不是要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比方我们在这里选 politician，或者选什么总统也好什么，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是我想要选的，或者我觉得他很 trustworthy， 我不可以，我不能可能去选一个你知道我对他一点都没有 trust 一个人，你知道像这个仕途吧。Sarah 讲到公务员的时候，我真的要喷出来，因为我出职场的时候，我的爸爸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希望我找一个公务员的工作。那我说 no， 但是我理解了你的逻辑，就是说为百姓服务的时候，百姓会觉得说我是可以被信赖的，对不对？你是这个角度 ，OK？ 那我知道了，而且特别务实，你知道吗？就很实际，就没有你知道那种艺术的，就是很理想化了，就没有，所以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你特别能够抓住人们的那种。那个想法。那你回头一定要看我这集的影片哦，因为我会让你看到我艺术化的那一面，好不好？作为陆配，如果要走上仕途，拥有被选举权，根据现行法律《两岸关系条例》，取得台湾公民身份，拿到身份证后，再满10年才能享有参加公职或者是组织政党等权利。但在领有身份证未满10年，参加国家考试及担任公职部分，陆配连基层公务员都不能当，以外国移民、港澳移民的限制多了。所以呢，除非修法，否则一旦了解这个情况后呢，陆配要走上仕途这条路呢，是遥遥无期的。了解完朋友眼中我的特质，就可以抓取几个典型的描述，例如温柔、感性、勇于尝鲜的理性务实。同时也会发现，思聪眼中感性分享、信仰创作的我，与 Sarah 眼中理性务实的我截然不同。不过其实也毫不冲突。现在再来分析看看这些特质以及朋友建议的工作方向是否可行。刚刚说的企业家或者投资者思维，短期内实现不太可能，而且较抽象。但是其背后的被动型收入模式，可能可以让我在有内容创作的情况下，往线上课程销售去发展。思聪说的心理咨询或文创，前者需要非常专业的学习与培训，且与我现阶段的意愿较远，我应该不太会去尝试。不过重点是能同理他人的特质，后者文创一直是我期待有机会继续探索的，可以保留。Sarah 说的公务员前面也说了，陆配在台湾踏上仕途真的是熬白了头。不过重点是服务人群，与人群建立信任关系。与思聪说的同理他人的部分有所重合，可以探索其他可能相关联的工作，比如公益组织。所以这次总结下来呢，未来的这一年我可能可以发展的方向，一个是希望自己可以有机会把自己文创可以带给大家，另一方面呢，希望自己也可以透过拍摄影片的方式呢，来记录台湾的这些公益行动，可以让在台湾生活的人们，还有这个世界更多的来关注台湾的公益。当然啦，我也非常欢迎公益的协会或者是基金会，可以在看到我的影片之后联络我，可以一起来商讨如何扩大公益组织的影响力。当然啦，我也很鼓励和我一样有突破意愿的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自己的可能性，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区留言，分享大家在这新的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计划，期待我们都能生活得更好。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不见不散，拜拜。